你们知道这个背景我大概多久吗？对，它是一张壁纸。我本来想要营造一种董事长在拍影片的感觉的，结果我现在拍起来好像有点像在 SPA 馆。我真的觉得高雄好吵哦！每次我要拍影片的时候，都刚好有机车经过，还是隔壁在施工之类的。我刚刚在拍影片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广播说有坏掉的机车要卖吗？我都无言了。不过还好，我最近阿嬷搬家，所以我就在他们家的空屋盖了一个小小的摄影棚，然后偶尔会睡在这里。所以，我认真的体会到一个人住有点可怕这件事情。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开始上班了吼。其实从念书到开始上班也不是什么很大件的事情啦。我觉得就只是把制服外面加一件西装外套，书包改成公事包，大部分的时间要微笑点头，演一个你不是很习惯的人而已。我是一个很听爸妈话的人，虽然偶尔会顶着嘴啦，但是我的人生就像被安排好的一样。也不能这样说吼。还是有一些他们没有想到的突发状况啦。我要讲的是，前阵子我有一种很糟糕的感觉，大概有1万多个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累了？好像我一个人兼超多份工作，又上班又拍影片的感觉。但是在拍影片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开心的，因为我可以决定我要做什么样的影片，然后我可以看大家的留言。不过现在就抱怨我的工作，我觉得也不是很对，因为我才工作几个礼拜而已。只是，环境很好的公司，条件很好的工作，你不一定会喜欢；人很好的同事，你也不一定聊得来啊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当转学生或者是当留学生，就会特别的孤单，因为你很难从你原本很舒服的环境，跳到了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环境。我又不是蟑螂。不过话说，这个痛苦的环境，我爸说这叫做社会化。根据我老鸟同事的说法，菜鸟的社会化需要1到2年痛苦的时间。这样说起来，跟我高中的时候失恋难过的时间差不多啊。往好处想，这个有薪水可以拿，所以我抱怨个屁啊！我刚开始工作的前2个礼拜，应该每一天都在打电话给 Howard 哭吧。那个时候我超级不适应我的工作的，可能是因为这是我爸妈希望我做的工作，所以我自己本来就没有那么喜欢。然后我也很想要很认真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不过没有意外的话，那样应该会饿死啦。你们还记得我之前拍你好16岁的我那个影片吗？我现在超级想要老 Lexi 给刚上班菜鸟 Lexi 的建议哦。不过我知道老 Lexi 应该会说一些屁话，像是我知道你开始上班之后什么屁都做不了，但是你要是没有好好上班，以后要是没有钱吃饭，你真的会上天堂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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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不过这样子想一想，是这样子没错啦，人生要是都可以那么顺利就好了啊。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是，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是梦想，这句话吧。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句话超级热血的啊。不过我现在每天早上叫醒我的就是闹钟，而且我还要设很多个，我才会真的起来。但是在我很不爽的起来之后，我还是会告诉我自己，你妈妈我是有梦想的。说到梦想这件事情，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，它里面说，如果你可以下定决心一直往你的梦想前进，你只会有机会得到2种结果。第一个是你成功的达到你的目标，然后第二个是你一直不断的尝试，直到你死掉。我觉得这2个听起来都蛮美好的。总而言之，只能在天黑拍影片，心情真的是会差差的。但是跟我比起来 ，Howard、米克瑞，还有我其他的一些小伙伴们，他们也真的是用尽生命在帮我做影片啊。你们看 Howard， 他不是脸黑，他是黑眼圈已经长到下巴了。丹娜，赶快开公司投资我们。不过就算是这样啦，我还是会勉强抱着好啦，至少比失恋好的心情去上班。所以不准再说我很困了，我是真的很困。不过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拜托同事姐姐们，不要再介绍我男朋友了。
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哦。